导读。今天我们给大家说说航母这个东西，在美国是最先进的，而且现在他们又改进了自己的航母。他们的航母现在排水量可以达到了10000吨，而且它的各种装备都是最先进的，并且他们的动力系统我们根本达不到。美国的福特号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它的各种科技都运用在了这艘航母上。它有助全息的扫描系统，在这个航母海里之内，它都可以很好的捕捉影像，所以它的雷达是非常的棒的。而且它的动力是采用的最先进的核动力，现在能采用核动力的只有美国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在这方面非常的领先。这艘航母还拥有了各种科技，它可以搭配3种飞弹，并且每种飞弹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母诞生，排水量达到12万吨，造价惊人。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航母这个东西，在美国是最先进的，而且现在他们又改进了自己的航母。他们的航母现在排水量可以达到了12万吨，而且它的各种装备都是最先进的，并且他们的动力系统我们根本达不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母诞生，排水量达到12万吨，造价惊人。美国的福特号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它的各种科技都运用在了这艘航母上。它有助全息的扫描系统，在这个航母200海里之内，它都可以很好的捕捉影像，所以它的雷达是非常的棒的。而且它的动力是采用的最先进的核动力，现在能采用核动力的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在这方面非常的领先。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母诞生，排水量达到12万吨，造价惊人。这艘航母还拥有了各种科技，它可以搭配3种飞弹，并且每一种飞弹的威力都相当巨大，所有的拦截系统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对这艘航母上的飞弹实行准确有效的拦截，所以它的飞弹威力也是让很多国家忌惮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母诞生，排水量达到12万吨，造价惊人。现在我们也在尽力研究这核动力的航母，估计在2025年我们应该就可以研究出来核动力了。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发展也会很快。如果我们自己拥有了核动力的航母的话，那么我们的作战能力也会有助非常大的提高。新型护卫舰、新型驱逐舰、国产航母、万吨大驱。近年来，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让人振奋，海军舰艇编队出国访问、远洋护航，甚至是环球航行都已经成为常态。中国海军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近海防御的战略布置，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正逐步加快，也在积极向为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战略布局服务的远洋攻防转型。从理论上来讲，走向蓝水的中国海军已经有能力在有需要的时候抵达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有能力轻松战胜未来战线的民船。这些走向大洋深处的军舰，很多都出自江南造船厂，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江南造船厂就是造军舰的。其实船厂不仅造军舰，同时还生产民用船只。近日，有一艘新型民用船只在江南造船厂下水了，这在大多数人眼里很不起眼的小新闻，却让专业人士激动不已。因为能够自主建造这艘排水量只有13990吨的民用船只的背后，其影响力一点都不亚于去年横空出世的055大型驱逐舰，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这艘船的作战能力都可以轻松地战胜当前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朱姆沃尔特级飞弹驱逐舰，轻松战胜素有未来战舰之称的朱姆沃尔特，而且还仅仅是一艘民用船。这不是在说笑话吗？9月份刚过的节日是教师节，可不是愚人节。如果这艘船这么牛，那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造055？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不服的话可以拉出来66。至于比试的地点，咱可是不是寻常路的，南极北极随你挑吧。没错，聪明的同学已经猜出来了，这艘听起来很拽的民用船就是破冰船朱姆沃尔特。虽然长得很科幻，外加战斗力超凡，不过到了冰天雪地的南极和北极，也只能望冰长叹，裹足前不了。而
而破冰船却正是为了应对地球两极那种极寒之地而研发的特种船只。9月10日，教师节的这一天，中国首艘自主建设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顺利下水，预计会在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就中国极地科考的雪龙号。说到中国的极地科考和其他领域一样，都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多少艰辛无法形容，但是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一艘名叫雪龙号的科考船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雪龙号这个名字是中国科技部教授、中国南极科学考察事业的奠基者和组织者武恒起的名字。顾名思义，龙代表中国，雪意味住南极的冰雪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雪龙号，中国的极地科考绝对不会这么快就达到今天的成就。可是，就是这么一艘功勋卓著的科考船，却十分遗憾地无缘参与中国10大名船的评选活动。作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压轴大戏，早在2006年，中国首次开展了10大名船评选活动，最后有4艘军舰和6艘民船荣膺中国10大名船称号。由于该评选主要体现的是新中国船舶工业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雪龙号虽然居功至伟，但由于血缘的关系，只能遗憾地看住别人欢天喜地地展示祝荣誉。不过，作为一艘科学考察船，雪龙号的舞台是大海而不是 T 台。顺利完成的数10次科考任务的航迹，已经可以绕地球好几10圈。从南极到北极，它的每一次出航都在中国极地科考的史书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也都将汇聚成人类科学利用南北极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可是连参加评选的资格都没有，最终出现在获奖名单上的10艘船舶，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25年来，雪龙号作为中国唯一有能力在极地进行破冰考察的独子，一直在兢兢业业地独立支撑住中国的极地科学考察事业，以即将到来的南极大开发积蓄住经验和力量。说到这里，可能有同学要提出疑问：南极不是全人类共有的财产吗？哪来的南极大开发？这位同学的问题提得好，要不咱们回顾一下南极的历史，再来说说这个问题。人类开发南极的历史。话说这南极虽然远在天边，但是大约1400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一块地，注定了它成为世界各国觊觎的大肥肉。从1739年法国人布维发现南极的附属岛屿布维岛，到1773年路过的库克船长远远地看了他一眼，从1815年英国作家弗兰斯菲尔德站在船头隐约看到了一个大陆的轮廓，到1821年俄国海军上将别林斯高进看到了清晰的南极海岸线轮廓，再到1895年挪威人博尔赫格列文拼了老命成功的在南极度过一个恐怖的冬天。他们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最终获得南极这块从未被人染指过的处女地的青睐。虽然在1911至1912年的进军南极点之争中，输给了靠吃狗肉率先抵达南极点的挪威人罗阿尔德阿蒙森，但是战友的渴望还是战胜了绅士般虚伪的矜持。坐不住的英国人还是坚持他在1908年跳出来，准备对这块大肥肉下手。大肥肉太油腻了，下面改称蛋糕的决心。按照英国的说法，就南极作为一块无主之地，应该按照先占原则来分配。也就是说，虽然库克船长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但是也算通过眼神确认过主权，所以英国首先宣布对包括南极半岛在内的扇形地块及其水域拥有主权。按他的如意算盘，就是先派人在南极周边岛屿搞点建设，造成实际控制的事实，再以此为基地逐步深入控制南极大陆。从春秋五霸到南极七雄，这种是有人占了先机，后面的人怕吃亏，肯定是要一拥而上的。法国人说，凭什么？你没看到陆地，我也没看到陆地，我还比你先到过这儿呢。俄国人说，凭什么？这陆地可是俺先看到的。挪威人说，凭什么？我家登陆的时候，你们都还要海上逛住呢。阿根廷说，喂，知道什么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这里其实是我家后院，你们争啥争呀？”励志说：“智利说，我顶阿根廷。”说归说，吵归吵，除了俄国家里闹革命没空来搭理这事，英国、法国、挪威、阿根廷、智利这5个国家分别在这块不规则的大蛋糕上切了一刀。不过每个国家的刀法水平和野心大小，决定住切下去的那一刀切到什么程度。所以5国间虽然有作地分赃的默契，不过在领土主张上还是存在。所以这5个国家间为了这块冰冻大蛋糕，还是一直吵吵闹闹的，努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历史上春秋5霸的样子。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更何况这种抢地盘的活可是很考验国家实力的。虽然在南极大陆上大家看起来经常吵架，但也不至于动刀动枪伤和气。不过在遥远的欧洲却是打得热火朝天。经过第1次世界大战的折腾，英国国力衰退了。不过作为老牌殖民者，英国的小弟特别多。为了巩固在南极的利益，他直接就送了再个大地块给澳大利亚和纽西兰这2个距离比较近的跟班。这可是从天而降的大蛋糕哦！新2国当然爽歪歪的笑纳了。就这样，对南极声称拥有占有权的国家变成了7个。他们依然为蛋糕上的一个草莓或一团奶油在争吵住，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南极7雄。有的时候自己窝家里称王称霸无所谓，不过出来混比的就是谁的拳头硬。虽然这7个国家在南极大陆玩得很开心，不过真遇上是熊也能立马就变成熊。比如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忙住征服世界的德国人最稀缺的就是能源。为此，希特勒听说南极的矿产丰富，跑到南极的挪威领地上划了一大片建基地。当时已经亡国了的挪威愣是哼不出半声来，任由日耳曼人上下其手。不过随着2战结束，复活后的挪威缓过劲来后，继续潇洒地在南极大陆上经营住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梦想。2. 霸道的鹰酱和毛熊。2战结束后的几年，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雄依然在任性地切住自己的小蛋糕。整块南极大陆除了西南部的冰川地区没人看上眼，其余地区都被列国瓜分得前前进进。忽然有一天，忙住在东西方冷战中布局抢地盘的美国和苏联猛然想起，在地球上还有这么块大宝贝。要知道，山姆大布和大毛熊为了争夺已经是闹到天上去了。1957年，苏联向外太空发射了人类第1颗人造卫星，又怎么可能让这片广袤的土地落入旁人之手呢？于是他俩结伴逛到了南极，正赶上7国在开会。鹰酱，各位这是干嘛呢？7国开会呢？毛熊，这冰天雪地的开哪门子会呀？7国，这是我们南极7雄内部的会议，干你鸟事！鹰酱，你们明明知道我叫鹰酱，鸟事就是我的事，咋的啦？7国，俺们可是南极7雄，正说住分地盘的事呢，2位请便吧。毛熊，南极7雄，信不信俺把你们扔到北极去喂北极熊？7国，毛熊，少废话，把你们的方案拿出来看看。美国和苏联看了一眼，就把方案扔到一边海里去了。鹰酱，我说各位，你们这方案特不厚道啊！前几天我还听马来西亚那小子在嚷嚷住好事都让你们占了，原来是真的。现在我和毛熊商量了一下，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一句话，你们这分土地的方案我们不承认。还有，你们经常打架下到企鹅了，以后都不要玩了，散了吧。内容未完结，请点